着牵挂，那些伤疤总会结痂，簇拥成时光的画中会有人为你摘下。Don't feel lonely, moving on， 和时光说说话，光轻轻落下，就等它回答。愿你人还有他，但是情差偏忘，懂这人生充满很多遗憾，依然热爱着冬夏。李医生，你吃好了吗？吃好我买单了。框架和常规的流程我都已经清楚了，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邮件联系。我先走了。他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他喜欢你，但同时也是在拒绝你。既然他已经拒绝你，那你为什么不考虑别人呢？李婉彤，我最后通牒，饭已经跟你吃过了。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事项，烦请通过邮件沟通。我个人不会接受你的追求。顾医生，追求你是我的权利，你拒绝你的，我追求我的。老白，买单。我还会再来找你的。你到底把我们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当做什么了？我们在拉凯亚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是说结束就能结束的吗？是你不用给我一个交代就可以草草收场的吗？梦醒了，故事也该结束了。苏雅，离开你，真的是对你更好的选择吗？苏安，终于如你所愿，一切都过去了。明天到医院来一趟，记得带好吃的。陆博士，又乱吃东西，吃什么呢？不是都说了不能吃辣的东西了吗？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呢？米糊糊啊！你现在只能吃这个。听着就没食欲，不诚心。这份文件就不给你了吧？你同意了？
费1块钱。你别高兴得太早，我合同里边规定的很明白，除非你们能把脑干纤维不完整的问题解决，否则不允许把这份专利运用到临床当中。要解决这个缺陷，你们后续要投入的资金和时间可不少啊。我反正是看不见了，你们呢，自己看着办。您放心，协会一定会尽全力，我们一定会努力，不让您一生研究白费的。说到做到。一定的。来，丫头，咱们俩合个影。你这个小丫头啊，还是挺招人喜欢的。来，3、2、1，哎，看看啊，干嘛呀，哭丧个脸呐！我这辈子过得挺好的，最大的遗憾就是项目没有研究完。但我这次回国，我给他找了一个好的归宿。你又带了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拍了这么多照片，我最后的记忆都是美好的。最后的日子，我没有牵挂。丫头，谢谢你。谢谢你，陆博士。别过来，来，再拍一张。谢谢。嗨，怎么又是你啊？我来深港开会，你也跟着？我也是来学习的，正好寻找一下跨学科合作的机会。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家酒店？我不知道啊，院办统一定的。我只是提醒他们，几个房间一起订，可以谈折扣价。这一切只能说明我们非常有缘分，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事业发展方向。所以顾医生，你不觉得我们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吗？去掉那个闷字，我和你从来没有闷。这个呢是我的生理周期表。如果你没有办法短期内爱上我，和我结婚，然后顺理成章的生个孩子，没关系，我们可以忽略掉这些世俗的环节，直接制造一个优秀基因的孩子。制造一个孩子？也是，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说法。但是顾医生，你和我都是医生，我们心里都很明白，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优秀的基因才能延续下去。爱情嘛，不过就是人类为了繁衍后代而发明的遮羞布而已。所以你认为人类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交配、繁衍都是本能，对吗？当然不是了，动物的本能是随机性的，而你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目标对象。没有情感和爱的人类延续有什么意义？怎么没有爱了？我有爱啊！你看，有的人爱钱，有的人爱色，而我就非常爱你的基因。所以我们俩这么优秀的基因就应该结合，不然就是对人类进化的犯罪。李婉彤，你的话我是一句也听不下去了。我再告诉你一次，我和你之间没有可能。我吃好了，再见。3号桌买单。艾略特，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来参会的。
苏维安在哪儿？他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activation of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signaling pathway drives a subset of diffuse intrinsic pontine glioma to exit the stem cell state, promotes cell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induces cell cycle arrest and apoptosis.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several sets of comparative 这么 images. 完美的基因，真是浪费。你认识他吗？你是哪位？巴黎6的上信医院神经外科阿里有德。 In the heat map of gene expression, 华人医院精 cells 神心理 treated 科 with bone 李婉彤。 morphogenetic protein 4 at a specified time point show contrasting gene expression patterns compared to the other heat map. If you look here, you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艾略特，好久不见，顾医生。演讲很精彩，看了以后我要经常跟你进行学术探讨。欢迎艾略特医生随时来咱们景海，来华人医院参观交流。顾医生，拉凯亚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你有没有很怀念我们在拉凯亚的日子？ 是很难忘，我差一点给将军陪了葬，你还差一点把苏维安拐去法国。那是个美丽的误会。他只是想去巴黎了解一项新的医学研究。什么研究？亨廷顿舞蹈症。原来他告诉你了。 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苏维安一听到我说骂他不说，重启我倒真客气，二话不说就要去巴黎。可博士的实验失败了，是我骗了他。他很绝望，他说如果没有治愈方法，在哪里都一样。姑，幸好他有你。 艾略特呢？他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突然不想去了。我也想活。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过度发病，那是为谁研究新的治愈方法？苏维安，是你自己吗？不好意思，我先打个电话。 请帮我订最快一班去景海的机票，谢谢。姑姑，姑姑，大元。医生，患者2周前因为动脉瘤破裂在华人做过手术，5天前刚刚出院，现在是重度昏迷，格拉斯哥评分为4，可能有心发出血。靳翔，4横指，马上做头部 CT。 准备给手术室，立即联系贺晓光医生。知道了。你说联系谁？今天值班的2线是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贺晓光医生，这台手术他来主导。顾院长。 好了，韩森，苏维安，你为什么不留他在国内的联系方式啊？
顾院长，我是苏维安，我姑姑现在在华人医院手术室里面，她二次动脉瘤破裂了。但是今天晚上手术医生是贺小光，我怕我姑姑会出不来。别慌，我在，没关系的，我马上到。那份甜蜜，维安，距离我遥不可及，仿佛是命运刻意安排给我的谜语。我现在偶尔想起，说不清什么情绪，或许是我太过了解，被爱过就不想再被忘记，忘了也没关系，谢你给我勇气，永远等不到的那些风景，我会祝福着你。忘了也没关系，是我拯救自己，一直爱着你。妈啊 ，HD 克39药不能给姑姑用了。为什么？姑姑二次动脉瘤破裂，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药引起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医生提醒过我，但我当时觉得。我觉得如果只是猜测的话，就不能随意停药。如果不是我当初告诉姑姑这个药物试验，如果不是我非建议姑姑去试药，姑姑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二次动脉瘤破裂，更不会现在在里面生死未卜。都是我害了姑姑。傻丫头，他试药的时候是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决定的，对不对？是我心存幻想，我以为能帮得了姑姑，结果却把姑姑害了。哎呀，不是的，你这都是为他好呀，你怎么知道会出现这些事儿呢？对不对？啊，不想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啊。好了好了，不想了，好不好？啊，好不好？就是要注意他的饮食起居，然后这名患者他比较喜欢吃辣的，要让他忌口。其他没什么了，去吧。这2天累坏了吧？不累。看你这样，肯定没少担惊受怕，跑东跑西。我还好了，只是姑姑比较受苦。她现在状态怎么样？好很多了，现在转了病房，继续留院观察。那就好。你为什么还留着拉卡亚的电话？我怕拉卡亚的医生需要远程援助呀。傻瓜，骗你的。
怕你找不到我。其实这2天，我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道歉。对不起，我觉得你对HD克39的怀疑可能是对的。如果我当时能把你的话听进去，哪怕只是怀疑，让姑姑暂时把药停了，说不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对了，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你能不能查清楚 HD克39到底是不是动脉瘤的诱因？苏维安，你为什么不自己查？你也是学医的，我能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我只是一个本科生，我做不了。你试都没试过，你怎么就知道不行呢？陆教授也说过了，你具有极佳的医学才华和天赋，你为什么要浪费呢？我真的做不到。你比我更有可能接近真相。你是顾云峥，但我不是你。苏菲安，你自己的心结只有你自己可以解开。我没有时间了，我还要照顾我妈，照顾我姑姑，我还要赚钱，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不对，苏维安，你是在害怕。当初在拉凯亚的时候，你不是已经尝试过一次奋不顾身，要跟着艾略特去法国参加医学实验研究吗？你怎么知道？为什么当时敢，你现在就不敢了呢？因为我已经一意孤行害了姑姑。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的去尝试，这是每一个医学生的本能。苏菲安，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参加药物实验，不仅仅只是为了姑姑的病，因为我也携带着舞蹈车的记忆，所以我格外希望 HD克39可以上市。这样的我根本不值得相信，也根本不配参加医学研究。苏维安，你说的对，你特别自私，特别卑鄙。你明知道参加药物试验研究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动脉瘤破裂，但是你还是把姑姑当作小白鼠，逼着她去参加，是这样的吗？你竟然不是，你到底是做错了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如果我没有做错，那是谁的错？每一次当我燃起希望，但最终获得的都是绝望。为什么厄运要降临到我的身上？这么小概率的罕见病，为什么像雷劈一样，这么精准地劈到我和我家人的身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要有像我们这样被诅咒的人？喂，伟安。师兄，我还是决定不去结会了。为什么？
因为薪酬吗？我姑姑这次动脉瘤并发，我认为顾云珍的猜测可能是对的，很有可能跟 HD-3就有很大的关系。我作为患者家属，不应该跟结辉有更多利益关系了，这不符合规定。另外，我想请你帮忙确认药物试验团队是否已经将相关情况上报药物试验主管部门和伦理委员会，他们决定药物试验需不需要暂停。还有试验团队能不能进行一些研究，明确 HD-39与动脉瘤形成是否有关。我明白了，我尊重你的决定。你之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尽管开口。谢谢你啊，师兄。顾医生，我已经有新的目标了，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们两个科室的合作还要继续进行。我能看出你的爱给苏维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友情提示：对伴侣百般讨好，付出一切，反而不容易被珍惜。当你不再步步紧逼，而是表现出对他可有可无，对方反而会追着你。心理学上这叫凡伯伦效应。祝你好运。维安，你拒绝靠近我，那我就绕着你飞行。江明，关于苏维安的事情，你知道的我都知道了。我爱他，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从我爱上他的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要放弃。所以，只要苏维安他不是不爱，只要你是真的想要对他好，你就照我说的做。雨滴落深蓝色海迹，又是第几次潮汐？爱如飞蛾，孤注一掷，在光里找自己，在漫漫长夜将炙热火焰无人为星辰，太纯真只接近一寸，燃烧成真。哎，王老师，你好，我是苏维安。那个，您把法语口语课的排班表发给我吧，多排课也没关系的。价格是咱们之前说好的400节课，对吧？好嘞，好嘞，谢谢您。哎，算了，我给你介绍那个法语翻译面试，你为什么不去啊？1个月10万，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这里面肯定有账。招聘方，男的女的？男的呀。男的怎么了？你性别歧视啊？只给你的翻译。天上掉的饼肯定没有好饼。去哪儿啊？厕所。喂，顾医生，维安，他死活不相信这是真的，你这招好像不行。啊？这样真的好吗？好，好。
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工作呢是有条件的。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这反应，我还能把你给卖了？人家这是正经翻译工作，要上柳叶刀的。柳叶刀啊？不对啊，都能上这么权威的杂志了，怎么还会另外找翻译啊？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这个工作内容都是要严格保密的，而且他们得先面试，然后才能用人，所以价格这么高。我觉得挣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能给这种级别的文章做翻译。面试什么时候啊？人家说了，一定要先签这个保密协议，才能安排面试。行，这个活我接了。行，在哪儿接啊？喂，怎么了？别在门口傻站着，赶紧进去，面试都要开始了。张不野，你监视我啊？知你者莫若我。苏雅，你就是退了个学，又不是退出人生，给我光明正大的走进去。等你好消息哦。行了。神经胶质瘤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是由于肿瘤浸润性生长以及脑组织间无明显的边界，我们很难做到完全切除。江莫言，你给我等着！那个快下课才到的同学，你来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不好意思，老师，我不是你们班的学生。苏维安同学，我认识你，名册上有你的名字，讲义没带，可以借同学的看。问题回答不上来，可以直接说不会，这顶多是学习能力不足，但是欺骗老师，就是态度不端正。好的，老师，那麻烦您再重复下问题。IDH 的突变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大多数情况下以互斥方式发生。脑胶质瘤中 IDH 突变会对患者的预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IDH 的突变可以显著提高高级别胶质瘤的中位生存期，且可能预测低级别和继发高级别的化疗敏感性，与患者的生存率提高相关。很好，苏同学的回答非常完美，但是介于你迟到，还是会扣掉你的平时成绩。苏同学，下不为例，也希望在座的所有同学引以为戒。下课。扣哪门子的平时成绩？郭云真真是个戏精。苏维安，苏维安。我说过了，我不会再做医学相关的任何工作。这份保密协议是你签的吧？那又怎么了？作为一个医大教授，找枪手翻译，你不怕我说出去啊？所以才要签保密协议啊！违约是要支付违约金的。不是还要面试吗？面试不通过的话，算甲方主动解除合约吧。恭喜你，苏同学，你的面试顺利通过了。这份协议上的条款你都仔细看过了吧？乙方在收到定金且通过面试之后，如果违约或者是不履行工作职责，是要支付甲方10倍定金的违约金的。可是我没有收到你的定金。
这个违约条款不成立。明天早上8点到3楼实验室来报到，迟到1分钟罚款50，没有上线封顶，每天上班必须打卡，任何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相关的内容不得对外泄露，必须保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让任何人进入实验室。 合作愉快，苏同学。哪有这样强卖的？江木影，我限你半小时之内出现在我家，否则，你睡觉打呼的视频会出现在我的朋友圈。 伟安，不用半小时，8分钟我就到了。恭喜苏翻译旗开得胜，凯旋而归。怎么啦？挣钱还不开心啊？明知故问，你生气了？江木影，顾云珍给你什么好处了？让你胳膊肘往外拐？我没有啊，我从来都没有胳膊肘往外拐。你让我签的那份黑心合同，把我给害惨了。 好了，伟安，你别闹了，你签都签了，而且，虽然说君子不为五斗米折腰，这可是15斗米，多少钱呀？要我有你这本事，哼，我就自己上赶着签这份黑心合同了。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我不想再靠近顾云珍了。难道你还对他恋恋不舍？哎呀，我看他不顺眼。 觉得他目中无人，很讨人厌。对啊，你讨厌他就对了。我还担心你喜欢他呢，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跟你说啊，我听说李婉彤人家已经捅破窗户纸，拿下顾医生，成为他的正牌女友了。你放心，顾医生已经放下你了，他现在不想当你老公，只想当你老板。你就把他想象成行走的钱袋子，把他掏空就完事儿了。 苏维安，你再这样磨磨唧唧的，我就怀疑你心里还有顾医生啊！没有的事儿。算了，不就一份工作吗？还有苏维安做不了的医学翻译，这就对了。来，这碗老母鸡汤我可是熬了整整1天，累死我了。把它干了，从此了却红尘，专心搞钱。拿你没办法。快尝尝。 你熬的？嗯。我干嘛？你摘内脏了吗？你尝尝看。华人医院苏维安苏医生苏研究员，好像有人这样叫我呀。苏维安，这只是一个临时工作而已，你在自嗨什么？医生说了，你这辈子和医学无缘。原来一个临时工作。 至于吗？苏维安，你不舒服吗？没有啊，谢谢关心。
当你不再步步紧逼，而是表现出对他可有可无，对方反而会追着你。你该不会是找什么借口在这偷懒吧？怎么，后悔了？现在后悔来得及，我就当我被炒鱿鱼了。实验室是你说来就来，想走就走。谁想来了？一直是你强买强卖的好吗？那就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些课题资料都看了，对你的翻译有帮助，你好参考参考。不要让我一遍一遍地提醒你，违约金你赔不起。翻译如果有1处错误，罚款100；超过5处，罚款翻倍。明白了吗？你又不会法语，错没错你怎么知道？就算我不会法语，你也不要想着在这糊弄我。这些可都是第一手的法国实验室资料，如果你弄错了，那就是对医疗工作者不负责。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好的呢，但是说好的翻译费1分钱都不能少哟。我提醒你啊，每天上下班必须在你的工作日程上打卡签到，迟到早退罚款100，缺勤1天罚款500，实验操作区不准饮食，如果发现1次罚款100。实验器材标本不准乱碰，如果损坏照价赔偿，其他的违规行为视情况严重程度再另行罚款。苏伟安同学，你现在的这个职位可是有很多人惦记着，不要给我丢脸哦。扣钱，整天就知道扣钱，把屁。黑夜拨动时针，喧嚣逐渐代替无声，我们沿着相遇剧本，像前夜的彩虹，还有穿过沙漠的风，都曾经是我们的见证。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找寻1/1000的可能，困在这因为命运的城，却依旧追逐着星辰。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只陪着温暖孤独灵魂。让我拥抱你的裂痕，你如星灿烂，闪烁在落寞时分。黑夜拨动时针，喧嚣逐渐代替无声，我们沿着相遇剧本，像前夜的彩虹，还有穿过沙漠